为什么全村的老人今天都没空回家吃饭了？我在这个地下室找到了答案。几百人的席，吃喝一整天，而且买单的不是村委会，而是本地的一位白族老板。吃完饭也不走，还要晒着太阳聊着天，顺便唱个歌跳个舞。看这位奶奶的舞步，你能看出她已经85岁了吗？更有意思的是，她其实已经忘了自己1分钟前才刚跳完这支舞。但这不妨碍她享受跳舞，把快乐再重复一遍。这就是大理重阳节最真实的状态。故事要从早上说起。房东姑娘告诉我，她妈妈今天不回来了，去酒店吃席一整天。原来这也是全村老人的行程。老人们顺着灵泉溪往上走，到了酒店门口，代步车停得满满当当。大家或走或开着车赶赴这场家门口的聚会。现场的热闹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。听现场的奶奶们说，这习俗已经10几年了，是老板个人的坚持。这会儿饭菜还没好，老人们打牌聊天喝茶。酒店花园里，石头上刻着悠闲，阳光慢慢地晒着当地的纸，是大理当地人生活中的常用中药。聊天大爷们身后的石头上刻着无为，此刻的状态倒是真的很应景。含笑花晒着太阳开着，银杏叶也黄了。人们晒着太阳，聊着天，等着开饭。酒店背靠苍山，面朝洱海，视野极好。路过附近头铺村，那边也在办重阳节的席。看我拿着相机凑过来拍菜，当地人热情地拉我入座，我笑着赶紧摆手，今天我没资格。当地人很热情好客，以前路上遇到吃席，会热情邀请入座吃饭，在村里还蹭过1次席呢。下午2点，饭气散去，属于灵魂的时间开始了。没有舞台，一把3弦就是指挥棒。一曲结束，一位没跳够的老奶奶独自在3弦前起舞，随后又有奶奶们加入。金花也拿出了快板加入跳舞。
又一轮唱歌跳舞开始。一曲结束，没跳够的人又围在三弦前，之前就没跳够的红衣老奶奶又来了，很快就能踩着拍子随歌跳舞。跳舞的热情引来旁边人的围观和掌声。屋檐下有老奶奶躺在椅子上晒太阳，看着院子里的人跳舞，休息片刻，又一轮歌舞开始了。人群外，一位阿姨陶醉在自己的舞蹈世界里。金花唱完，几个奶奶接过麦克风，变成了合唱。大厅里的人隔着玻璃窗看，或者喝茶聊天。准备走的时候，遇到之前没跳够的红衣老奶奶，她看我在拍，拉着身边的姐妹要给我表演一个。她们边唱边跳起阿老表。跳完还走到镜头前说再见。跳完让我猜他的年纪，没想到85岁了。过了1分钟，他又兴致勃勃和姐妹提议跳阿老表，已经忘记刚跳过。姐妹们很无奈笑笑，我说想跳就跳呗，于是给他拍一个人独舞。记性也许不好了，但热爱跳舞那股高兴劲儿一点没少。10几年了，这里的重阳节就是这样，就像门口那条灵泉溪，水一直在流，日子也一直在过。